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没错，又是我，又是一年4度的11郎大赛。老实说，这一次的皮肤不算是特别好的争议啊，就真的只有一些车头啊，又或者是骑兵玩家需要用到而已。主要是这一次的皮肤造型会比较好看一点吧，所以我想着说，这一次的皮肤应该没有多少玩家会想要去拿，没有想到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又或者是有部分玩家跟我的想法是差不多，觉得说，哎呀，这一次的皮肤应该没有多少玩家想要去拿，所以没有人要去抢，结果还是有很多人抢。那么由于国服他们的登峰造极结束时间比我们快8个小时，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国服的。那这一次先上一个比较劲爆的吧，就是有一个玩家呢，他为了要拿这个皮肤呢，自我清零了。那这个就很奇怪，通常我们之前看到一些案例的是讲什么登峰造极结束之后才清零自己，这个玩家为什么在登峰造极还没有结束之前就已经清零了自己呢？那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小技巧来的，但是不是每个玩家都这么狠心啦，就是把自己的部队送去死，然后换算一些加速给回自己。那各位如果你们有去接过集结的话，应该都会有这种经验，就是你的城市被打了之后，你就会获得了一些资源加速还有兵力返还。这位玩家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去自我清零，然后换算到更多的加速资源，然后参与这一次的登峰造极。没有想到他是已经自我清零的情况下，还是拿到这么后面的排名，而且他这里的分数其实不算少诶，都已经有6493万。所以比较起第11名的玩家，其实这个排行第13的玩家更加令人惋惜，因为这位玩家都已经用到这个方式去换算加速了，也就表示说这个玩家是真的不够资源或者是加速的，已经用光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东西，依然没有办法拿到皮肤。不过换句话说，这里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可以看到第1名也是差不多接近1亿的分数，这个皮肤有这么抢手吗？再来下一个伺服器也是出现了11名的玩家，这里是从657到664王国，然后第11名的玩家跟第10名的玩家真的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只有100万而已，就要超越第10名了。那我看到第11名的玩家，他的名字都已经改成麦森拿登峰，也就冲着他这一句话，我去看了一下他的账号，他的账号也只剩下5384万战力。也就等于说，这个玩家其实也是一样，他为了要拿这个皮肤，也是自我清零了。跟上一位我所介绍的玩家差不多，真的是为了要拿这个皮肤，什么鬼都已经拿出来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获得。下一个从第1到第8服的玩家啊，这里又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了。那这边可以看到最高分数有7000万，然后第11名的玩家5256万。那其实最后1名的玩家，如果你有看过我之前介绍国服线下斗殴的影片呢，都应该知道这位玩家啦。这个玩家他是时常使用阿提拉去开集结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国服顶上战争，他也是使用阿提拉。也就因为他使用阿提拉的关系，也就变成说其实他真的很需要这个攻击力的皮肤，所以他就参与了这一次登峰造极的皮肤争夺。那最后的结果你们从画面上也是可以看到了，他就仅差50万左右就可以超越第10名的玩家了。但是重点不是因为他的分数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拿到第10名，而是因为他在报名的时候其实是在直播的，也就等于说这一次他获得第11名的排名是有很多个观众在看着的，所以老实说有那么一点点尴尬吧。然而上次打他的玩家林司令呢，反而可以拿到第6名哦，5000万哦，甚至分数比他还更低，都可以拿到第8名。我看到41这边也是有11郎啦，可是11郎的那个分数其实跟第10名相差有一点远，所以我不认为第11名的玩家算是11郎。接着从17到24王国，那可以看到这边也是有第11名的玩家，但是他的分数也是相差蛮远的，跟第10名相差了1倍左右，所以我不觉得他是11郎。下一个257到264王国，那可以看到这边呢也是有好几个11郎这里各位可以看到第11名到第13名的玩家，其实他们的分数都是蛮高的，跟第14名比较起来了。而第11名的玩家跟第10名的玩家真的是相差有一点接近啊，还差一个600万左右就可以获得了。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到，这么这个图片好像在前面有看过？没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玩家已经倾家荡产了，但是只能拿到第13名。但是细心的观众应该可以发现到这个排名其实做了变动，这个时候还倒数大概20秒左右，然后左手边这张截图呢是倒数4分钟的时候，那可以看到奈奈子这位玩家呢原本是排行第9名的，
结果被压了下来，导致他变成第11名。那么究竟是哪一位玩家害到他的排名掉下来呢？就是原本排行第12名的玩家，他直接冲上去变成第4名了。但如果你们仔细去看的话，就可以发现到其实其他玩家的分数是有做变动的，也就等于说他们在倒数最后一刻之前呢，都还是有持续的在训练部队，以导致他们不会变成第11名拿不到皮肤。没办法，这个就是登峰造极，在活动还没有结束之前的那一刻呢，你都不能松懈。那因为这么不走运拿到第11名了，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账号目前是已经改名叫登峰11了。不过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的账号给自我清零啊，比较起第13名其实算比较好一点。接下来就是其他玩家所分享的画面，第10和第11的玩家只是相差150万而已。原本他的名字叫9月不容易，现在已经改成9月的11郎了。假设说第12名的分数跟第11名没有相差这么远的话，其实还不会这么难受。不过目前看的账号是还 OK 啊，并没有自我清零。下一位玩家也是跟第10名相差171左右，就真的很可惜。不过目前我是看到这位玩家已经换上了登峰造极的头像，看来他是已经欣然接受了吧，也没有改名字，什么东西都没有。下一张截图，那么可以看到第11名的玩家，其实他的分数跟第10名没有说很接近啦，相差还蛮远的。但是他跟第12名玩家的分数又相差了1倍啊，严格来讲，这位玩家也算是11郎啊，只是没有这么夸张而已。下一张图片似乎这个拿第11名的玩家是想要嘲讽其他玩家拿到11郎了，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他真的变成11郎了。那我有试图去搜索这位玩家，但是因为太多玩家的名字差不多，而且我找不到这个王国里面称呼这个名字的玩家，所以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改了名字啦。毕竟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倒数其实都还没有结束，他都已经改名字了，也就可以看得出原本他是想要嘲讽其他玩家的，没有想到最后他自己变成小丑。下一张截图，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数超级接近的，只是相差17万左右就可以拿到第10名了。这个分差应该是我今天所分享的这么多截图里面最接近的一个，并且你们可以看到第9跟第10名的玩家其实在最后一刻的时候还是有在提升战力，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你就真的只能拼宝石而已，如果你是用加速慢慢去提升战力的话已经是来不及了。像他们这样子的情况，你们可以开启几个5万的预备部队，然后一直连续点宝石去提升就可以了。那么以上就是国服的登峰造极11郎的情况，不过确实这一次的分数比较起之前没有这么夸张了，都是大概5000万左右。至于国际服的话，我要看他们的分数差距会不会特别大，又或者是那个分数如果没这么夸张的话，可能就不做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